地球上这么多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它自己生出来的，还是从宇宙深处快递过来的？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科学家们为了它争论了几十年，甚至直到今天还在不断推翻旧理论，提出新想法。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分析，看看地球的水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首先，我要把你扔回到45亿年前的地球。你看，我们的地球刚刚诞生，可不是现在这副温柔的模样，而是一个炽热的熔岩球，表面温度高得吓人，别说液态水了，连水蒸气都很难留住，对吧？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地球一开始这么干，后来这些水又是怎么变出来的呢？长期以来，一个最流行的说法是外源说，听起来有点像宇宙快递。这个理论认为，地球上的水主要是通过小行星和彗星的撞击从外太阳系送过来的。这些小行星和彗星就像一个个移动的冰块，带着大量的水冰，在早期太阳系混乱的碰撞中不断地砸向地球，把水一点点地倾倒在我们这颗星球上。这个理论听起来很合理，而且还有证据支持呢。科学家们发现，地球海水的刀氢比例，也就是重水和普通水的比例，跟某些碳质球粒陨石里的水非常相似。这就像是 DNA 比对，相似度这么高，那小行星就是地球水的亲戚，没跑了，是吧？另外，除了这些大块头的快递员，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治水工厂，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太阳风贡献论。大家都知道，太阳不仅散发光和热，它还一直在向外喷射一股强劲的带电粒子流，也就是太阳风。这股风里充满了质子，也就是氢离子。当这些氢离子高速撞击到月球或者小行星表面的矿物时，奇迹发生了。它们会和矿物里的氧原子结合，直接在岩石表面炼出水分子来。虽然这种方式产生的水量可能不如大撞击那么猛烈，但它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看起来干巴巴的星球表面其实也藏着水。对于地球来说，这种太阳风贡献可能也是我们地球水源的一个重要补充。不过，不管是宇宙快递还是太阳风贡献，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地球之外。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地球其实是生而富有呢？它本身自己就带了足够的水呢？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近年来最火的内源说。就在最近，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搞了个大新闻，他们研究了一种非常特别的陨石，叫做烷火灰石球粒陨石。这种陨石可不一般，它的化学成分跟早期地球的构成物质非常接近，简直就是地球的孪生兄弟。科学家们用一种高科技手段，叫 X 射线吸收近边结构光谱技术，简单来说，就是给陨石做了一次超微观的 CT 扫描，对这块陨石进行了体检。结果发现，这块陨石的基质里竟然富含大量的氢元素，比如以硫化氢等形式存在。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氢是陨石本身就有的，不是后来被地球污染的。这个发现说明什么呢？说明构成我们地球的原始物质，可能从一开始就比我们想象的要湿润得多，里面藏着足够多的氢元素，足以在地球形成的过程中，自己酿造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水。换句话说，地球的水可能更多的是内生的，是它自己长出来的，而不是完全依赖外部的投喂。这个是不是有点颠覆你的认知？更有意思的是，一项关于月球岩石的最新研究也给内源说添了一把火。我们都知道，月球很可能是早期地球被一个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后飞溅出的物质重新凝聚形成的。既然月球和地球是同根同源，那么它们的水同位素特征应该很相似才对。研究结果也确实如此，这说明在大撞击发生之前，原始地球就已经拥有了大量的水。你想想，如果水都是撞击后才送来的，那月球上怎么会有和地球水如此相似的指纹呢？这不就更支持了地球自带水源的说法吗？刚才我们分析了内源说，但这并不是说宇宙快递就彻底失业了。小行星和彗星可能依然为地球带来了部分水，但它们可能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来源。比如，日本隼鸟2号探测器从龙宫小行星带回的样本也公布了新的发现。他们发现，小行星不仅能通过含水矿物送水，有些小行星本身就可能含有冰。这说明早期太阳系的水源分布非常复杂，不同的快递员可能送来了不同形式的水。而且，
你还记得之前科学家们总说彗星的水太重，刀氢比例跟地球水对不上号吗？最近，ALMA 望远镜对 12P Pons Brooks 彗星的观测，却发现它的水同位素特征竟然和地球海洋高度吻合。这打破了以往认为大多数彗星水都太重的偏见，让彗星作为水源的可能性重新浮出水面。你看，科学就是这样，总是在不断的修正和完善，没有绝对的答案，只有更接近真相的探索，对吧？除了这些来自太空的线索，科学家们还在地球内部找到了惊人的证据。你可能觉得地球表面的水已经够多了，但如果我告诉你，我们脚下几百公里深的地方，可能还藏着一个比地表海洋大好几倍的地下海洋，你敢信吗？没错，近年来，科学家们发现，在地幔深处，特别是在410公里到660公里之间的过渡带，有一种叫做磷武德石的矿物，它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能够吸收并锁住大量的水分。这些水不是液态水，而是以氢氧根离子的形式结合在矿物晶体结构中。根据估算，地幔深处储存的水量可能是地表海洋的3倍甚至更多。这些深层水通过火山活动和板块运动，也会缓慢地释放到地表，参与到地球的水循环中。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洋，可能只是地球巨大水循环系统中的冰山一角。这不就更说明，地球的水有一部分是它自己藏起来的，然后慢慢吐出来的吗？回到今天的问题，地球的水到底从哪儿来的？现在看来，它可能不是单一来源，而是一个多渠道的复杂过程。主要是地球在形成之初就自带的，比如原始物质中富含氢元素，然后自己酿造出了水。另外，小行星和彗星这些宇宙快递员也送来一部分水，还有太阳风也不断地为地球水源添砖加瓦。同时，地球内部还藏着巨大的水库，源源不断地为地表提供补给。现在看来，这些理论之间并非完全对立，更可能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地球的水是宇宙和地球自身共同作用的奇迹，是生命得以繁衍的基石。那么，你觉得在未来，科学家们还会发现哪些关于地球水起源的惊人秘密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宇宙很大，人类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们从未停步。